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他成了佛祖？在2500年前，他只是一个小国的王子。当时的印度有无数人在修行，有无数人在寻找解脱痛苦的方法，可唯独他获得了大彻大悟。他到底发现了什么惊天秘密？他到底悟出了什么别人没悟到的道理？今天咱们就来彻彻底底讲个明白。这期内容可能会颠覆你对佛的所有固有印象，请一定看到最后。咱们先把时间拉回到2500年前，那是一个特别神奇的时代。这位未来的佛陀就出生在那个时期。同一时期在西方诞生了苏格拉底，诞生了柏拉图，还有亚里士多德。这三个人被后世称为希腊三贤。而在我们东方这片土地上，老子正在讲道，孔子正在周游列国传播学问。你在全世界范围内看一看，在同一段历史时期里，为什么突然集中涌现出这么多圣人？他们每个人都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走向。这到底是纯粹的巧合，还是这背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推动？甚至有人大胆猜想，或许在远古时代有某种来自外星的智慧生命，悄悄地介入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说，这个谜题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非常值得咱们每一个现代人反复琢磨。现在我们说回这位未来的佛陀，他的身份非常非常高，他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太子，他的父亲净饭王是一国之主。当时古印度大陆上有10几个国家互相打来打去，征战不断，那种格局很像咱们历史上的春秋战国。这个出身背景对他后来的成佛之路极其关键，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他不是生在这样的王族家庭后面，很多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至于为什么，咱们先在这里留一个伏笔，后面你会慢慢明白。关于他的出生过程，流传着一个非常奇妙的传说。据说他的母亲摩耶夫人有一天做了一个梦，她梦见一头长着6根象牙的白色大象从空中直冲而下，融入了她的右胁。就这样，她有了身孕。到了分娩的那一天，摩耶夫人回娘家，路过蓝毗尼花园，就在那里诞下了一名男婴。这个婴儿不是普通方式出生的，而是从母亲右胁之下诞生出来的。更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这个刚刚降生的小婴儿立刻就稳稳地站在了地上，完全没有经过爬行阶段，他直接迈开步子就走路。他朝着东南西北4个方向各走了7步，每一步他的脚底下都会盛开一朵洁白清香的莲花。这还没算完，这个新生儿随后一手指着天，一手指着地，说出了一句气势磅礴的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话都觉得有点不舒服，就算你是将来的佛陀，也不能狂到这个地步吧？其实咱们都理解错了，这句话根本不是说给他自己听的，他是要把这句真理送给天地之间每一个有灵性的生命。这就跟道家说的那句话很像，我命由我不由天。佛家同样在讲，在这个宇宙之内，你自己才是真正的主宰者，你的一切命运归根结底要由你自己来决定。说完这句话之后，那个婴儿马上就变回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宝宝，安安静静地躺在母亲的怀抱里，好像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传说毕竟是传说，我们不必纠缠真假，但是这里有一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为什么他出生时要走7步？为什么不多不少，恰好是7步，而不是8步或者9步？实际上数字7在佛家文化里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尤其在探讨生命和死亡问题的时候，佛经里面把人类生命来源跟数字7紧密绑在一起。经文上说，从婴儿投胎的第1天算起，在母腹当中每过7天，胎儿的形态就会发生一次明显的变化，每7天都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无形能量在运转。这种能量咱们道家的老祖宗管它叫做气，佛家则给它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风。一个正常的胎儿要在母亲肚子里待满38个7天，换算下来大概就是9个月。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孕育，这股无形的能量终于凝聚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时间一到，胎儿头朝下倒转过来，通过产道降临人间，这就是佛家眼中生命与数字7的关系。那么死亡呢？死亡同样跟数字7密不可分。佛家认为一个人在断气的那一个瞬间，并不是一切都终结了，你的神识还继续存在，你还要进入下一世的轮回。但是人死了之后，并不是马上就去投胎，不会立刻进入下一世的中间，有一个过渡阶段，你会先变成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佛经里叫做中阴身，就是你的神识会慢慢跟你的肉身分离开来，你的灵魂好像往上漂浮，
飘起来之后，你会发现一件奇特的事情，你能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躺在那里的躯体，你能看到围绕在床边哭泣的亲人朋友，这样的场景你听了是不是觉得特别耳熟？没错，现在很多影视剧和纪录片里讲到濒死体验的时候，描绘的画面跟佛经里说的几乎一模一样。可是你想想，佛经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把这些内容记录得明明白白了，比现代医学的研究要早了2000年。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死亡应该是最痛苦的一件事吧？可真相并不是这样。佛经上说，当您刚进入中阴身状态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极度快乐，那种快乐远超过人世间的任何享受。你仔细琢磨琢磨这个道理，灵魂终于彻底摆脱了沉重多病的身体，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当然让你感到无比轻快。而且这个时候的中阴身还会获得一种奇妙的神通，你想知道身边任何人心里在想什么，你马上就能一清二楚。你的移动速度快到不可思议，不管你想去什么地方，只要念头一动，瞬间你就已经到达了。可是这种自由自在的快乐状态维持不了太久，极其短暂。很快中阴身就要进入一个意识极度模糊的境界，这感觉就像一个人昏迷过去了一样，昏迷之后也不是立刻就转世轮回。佛经上说，中阴身每经过7天就要经历一次生死昏迷，就好像再死一次一样，这样要反复经历749天，等到49天期满中阴身才能真正转身进入下一世的轮回。这就是佛家对于死亡和数字7的基本说法。当然，佛法像大海一样宽广无边，关于数字7的神奇描述还有很多很多，咱们在这里就不进一步展开细说了，还是把话题拉回到这位太子的故事线上来。太子出生以后没多长时间，一位婆罗门教的大修行人来到王宫，请求为太子看相。这位长者的修为已经达到了极深的境界，据说他早就修成了五神通，他通过甚深的禅定功夫，可以让自己的神识自由离开身体，进入天界，在天界里跟更高层次的生命交流学习。这一次他专门开启了自己的天眼通，想要提前看一看这个小太子未来的人生走向。刚开始观察的时候，这位长者脸上洋溢着喜悦的光芒，嘴角挂着微笑，仿佛看到了什么极大的好事。可是短几秒之后，他脸上的笑容突然就消失了，转而露出了一种极度悲伤惋惜的表情。旁边的国王和王后顿时心就揪了起来，难道自己的儿子将来会遭遇什么大的劫？难不成他们非常担忧，赶紧走上前去追问缘由。这位长者这才慢慢把原委说了出来。他说，太子的相貌实在是太过殊胜了，具足了32相80种好。如果将来他选择留在王宫里继承王位，他一定会成为一个统一全印度的转轮圣王，他的功业将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如果将来他选择出家修行，那么他一定会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成为彻底觉悟宇宙真理的佛陀。这本来是天大的好消息，可为什么长者会感到悲伤呢？因为长者通过天眼通看到他自己这一生的寿命已经不长了，不久之后他就会离开这个人世，投生到无色界天去。这就意味着等到将来太子成佛说法的时候，他就再也无法亲自前来听闻佛法了。听完这番话，国王的心情一下子就从云端跌到了谷底。太子是他唯一的儿子，是他全部的希望所在，他日日夜夜都盼着儿子能够扛起统一天下的大任，成为千古一帝。要是儿子真的跑到山里去出家了，那这一切不就全部打了水漂了吗？从那天开始，国王下定决心要使出浑身解数，避免太子接触到任何跟修行相关的人和事。他下旨建造了极其奢华的宫殿群，据说专门修建了春夏秋冬4座宫殿，分别在不同的季节居住。宫殿里面各种美酒佳肴应有尽有，歌舞音乐从不间断。国王还是不放心，又特意为太子挑选了3位国色天香的女子作为妃子。婚后不久，太子妃就生下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儿子。就这样，太子在富贵温柔乡里不知不觉度过了整整29年光阴，身边有娇美的妃子相伴，有华丽的锦衣玉食供养。可是太子始终觉得内心深处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快乐，有一种隐隐约约的空虚感。因为他这个人天生就爱思考，他脑子里总在不停地追问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是人？我活着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将来我死之后又会变成什么状态？这些宏大的问题像一团迷雾一样死死地困住了他，所以哪怕物质生活再优渥，他总觉得还不够，总觉得心里某个地方空落落的，他没有获得那种真正透彻的自在。
直到他29岁那一年，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那一天，他命令车夫驾车带他出城去游玩。他们先从东门出去，刚出城门，太子就看见路边蜷缩着一个老人。那个老人头发胡子全都白透了，腰弯得像一张弓，走每一步都极其艰难，嘴里还不断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太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他从小在深宫里长大，身边都是年轻漂亮的仆人。他震惊地问车夫：“这是什么人？”车夫告诉他：“这是一个衰老的人。”太子又问：“衰老是只发生在他身上，还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车夫说：“每个人都会老的。”太子心里一阵感叹，原来衰老是所有人终将逃不过的命运。接着他转到南门，这次他看到一个人躺在路边，浑身长满了烂疮脓血，从窗口里往外流淌，痛苦地翻来覆去。他又问：“这是什么人？”车夫说：“这是一个生病的人。”太子再一次感叹，原来疾病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然后他又来到西门，这次他看见一支送葬的队伍，两个人抬着一具死尸迎面走来，死者的亲人们跟在后面，哭得撕心裂肺。太子看到这一切，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原来每一个生命都不得不经历生老病死这4大关口，这是根本无法绕过去的根本问题。而且他的思维远远没有停留在个人层面，他领悟到了更深的一层。不光是人会生老病死，世间万事万物都在经历生老病死。一个王朝也是一样，他清楚自己将来如果不出意外就会成为国王，可是他也看得明明白白，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就算你用武力统一了全天下，能维持多长时间的太平呢？顶多也就20-30年，太平日子一过完，马上又会有新的动乱冒出来，乱了就打，打完了再闹，闹完了再求太平，就这样反反复复，永无止境。甚至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我们脚下的这颗地球照耀我们的太阳系，同样也存在类似的生成铸坏的循环。所以他想，就算我真的统一了印度，做了转轮圣王，那又有什么根本意义呢？几十年后，社会照样会重新陷入混乱，老百姓照样不能得到长久的安宁，这样的结果终究是不够彻底的。到那个时候，我自己依然还是会有无穷无尽的烦恼。说实话，这种心理状态咱们现代人太熟悉了，我们天天都在经历类似的事情。有人觉得只要我把房贷还清了，我就快乐了，结果房贷还清了，他又盯上了更大的房子。有人觉得只要我跟喜欢的人结了婚，我就快乐了，结果婚后又为鸡毛蒜皮的事烦恼不断。也有人觉得只要我存款上了8位数，我就一定快乐了，结果钱多了，又有了新的恐惧和焦虑。你发现没有，欲望这个东西永远没有尽头，新的目标，新的烦恼源源不断的冒出来，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难道人的一辈子就注定要这样不停地追逐下去，再也找不到一个究竟的安宁了吗？太子在心里给出了一个斩钉截铁的答案，不行，哪怕前方的希望再渺茫，我也要去寻找解决生老病死的办法，我要去找出彻底止息一切痛苦的方法，我要去获得永恒的自在和永恒的快乐。于是在一个深沉的夜里，太子悄悄地翻身上马，独自一人逃出了宫殿。他亲手剃掉了自己的头发和胡须，脱下了华丽的王服，换上了一件朴素的袈裟。从这一天开始，他正式成为了一名出家修行的人。在当时的古印度，人们自古以来就有冥想的传统，大家都相信在深度冥想的状态下，可以跟神明沟通，可以跟祖先交流，所以整个社会到处都弥漫着禅定的风气。而且各种流派的修行方法五花八门，人们普遍认为在修行的过程中，神明和祖先会把智慧传递给你。这位太子同样希望借助这种向内探索的方式，找到自己心里那个挥之不去的答案。说到这里，我想插一句，现在这个社会有很多人喜欢说竞争太激烈了，反正我不管怎么努力都不一定能过上好日子，反正不管我怎么挣扎，到头来还是要经历生老病死，那干脆就什么都别做了，直接就地躺平吧。还有不少人把这种躺平主义叫做佛系青年，我必须要认真的说一句，这真的是对佛系2个字最深的误解。佛的精神绝对不是与世无争，躺平摆烂，恰恰相反，佛代表的是一个人依靠自己的勇猛精进，去追寻世界上最极致的快乐和最彻底的自由。太子放弃王位的生活，并不是因为他厌倦了努力，所以选择躺平，他是在放下普通人所追逐的感官享乐，去追寻一种更高级、更圆满、更永恒的大乐。所以以后请千万不要再弄错了，真正的佛系不是躺平认命，而是勇敢的去追求最完美的自在和最终的解脱。那么话说回来，太子到底是怎么去追求这种完美自在的呢？这条求道之路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
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了艰辛和挫折。他离开了王城之后，四处寻访名师。后来他打听到尼泊尔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脚下有一片著名的苦行林，很多苦行僧就聚集在那里日夜打坐苦修。他决定去看一看。等他到了那里，眼前的场景让他大为震撼。有的修行者把自己长长的头发吊在树枝上，一站就是好几天。有的修行者一直高举着一条胳膊，几十年都不放下来，胳膊已经变得像枯树枝一样干硬。还有人把半截身子埋进泥土里，任凭风吹日晒。这些苦行者抱持着一种共同的信念，他们认为让自己不再痛苦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以毒攻毒，用极致的苦行来消磨掉罪业，以此来换取未来的安乐。太子看到他们这么精进，觉得也许这就是通往真理的道路，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苦行的队伍。他每天盘起双腿打坐，把自己的饮食减少到了极限，每天只吃一顿饭，而那一顿饭仅仅是一粒芝麻和一粒麦子。他以为通过这样极端的克制和忍耐，就能降服自己的身体欲望，从而获得终极的智慧。就这样，他坚持了整整6年。6年里，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枯槁，皮肤干瘪的像树皮骨头，一根根凸了出来，眼窝深深的凹陷下去。他刚刚才过30岁，可是看外表已经完全像一个60、70岁奄奄一息的老人。那么结果到底怎么样呢？结果是没有任何结果，他心里清楚得很。这种极端的肉体折磨并没有让他获得真正的觉悟，甚至可以说毫无长进。这一段经历其实特别值得我们反思。放眼今天这个世界，不管是在印度本土还是在我们中国，仍然有很多人为了追求所谓的生命真相，去搞各种稀奇古怪的修行方法。有的拼命吃素，把自己弄得面黄肌瘦；有的去练一些莫名其妙的气功；有的玩命断食，花样真的是层出不穷。可是你知道吗？这些折腾自己身体的方法，这位太子在2000多年前早就亲身替我们试验过了。他用了6年的时间拿自己的身体做实验，最后得出一个铁板钉钉的结论：苦行绝对不是正道，你只是在虐待自己的肉体而已。你的心性并没有真正成长，你的智慧也没有真正打开，靠折磨身体是不可能大彻大悟的。想通了这一点之后，他毅然决然地站起身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片雪山。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衰弱了，2条腿几乎没有力气，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就在他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碰到了一位心地善良的牧羊女。那位姑娘看到这个出家人瘦得只剩一口气，实在是可怜，就从家里端出了牛奶和乳糜来供养他。太子接过这碗乳糜，慢慢地喝了下去。他虚弱的身体终于得到了营养的补充，体力一点一点的恢复了。根据历史记载，恢复体力之后，他继续向南走，走到了恒河边上。他看到河边有一棵大树，枝叶茂密，树下是一片柔软的草地。他找了一些吉祥草铺在树下，这种草就是咱们很熟悉的香茅草，有一种特别的清香，还能驱赶蚊虫。他把座位铺好之后，面朝东方盘腿坐了下来，然后他发下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誓，愿他说：不正菩提不起。此作菩提是梵文音译过来的词，意思就是觉悟，就是大彻大悟。他发誓说，这次我坐在这里，如果我不能彻底的觉悟宇宙和生命的终极真理，我就让这双腿再也站不起来，我就坐死在这棵树下。很多人可能还不太能理解他所说的大彻大悟到底要悟出个什么东西来。我打个比方，他要找的是宇宙最初是怎么来的，他要找的是个体生命最初是怎么产生的。归根结底，他要找到一种能够彻底灭除所有痛苦的终极方法，这个就叫做正得菩提。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时刻，就把他身后的这棵树命名为菩提树。这一次他是真的把命都豁出去了。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心念无比，专注丝毫不动摇。历史上记载，他足足做了7天。到了第7天的时候，谁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真的彻底觉悟了。你看，又是这个神奇的数字7，又是7天。在这7天当中，他的内心世界经历了一系列极其深刻的变化。最开始的时候，他正得了一系列的神通，比如天眼通，宇宙间再远再小的东西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天耳通，整个宇宙里不管多大的声音还是多小的声音，他全部能听得明明白白。他心通，所有众生的起心动念情绪，感觉他一瞬间就全部了然。宿命通，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过去现在未来3世的因果循环，自己曾经做过几辈子的人，每一世做过哪些事，这些行为又如何导致了现在的这个生命状态，所有的来龙去脉全部一目了然。
说实话，在当时的古印度，很多修行者一旦修出了这些神通，就觉得自己已经到达了最高境界，可以心满意足了。可是这位太子跟他们截然不同，他根本不把这些神通当回事，因为他的目标远远不止这些，他要找的是宇宙万有的终极答案，他要找的是永恒不灭、绝对没有痛苦的境界。这些神通看着很厉害，但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的困惑，于是他继续往更深的地方去参悟。时间来到了第7天的凌晨，天边泛起了一丝鱼肚白，快要亮了，他的身体已经因为长时间的静坐而极度疲惫。就在他神经微微放松的那个刹那，他不经意的一抬头，望见了天边那颗明亮的晨星。就在电光石火的这一瞬间，他的心彻底打开了，所有的谜团全部烟消云散，他悟到了。佛经上说他是睹明星而悟道，证得了无上菩提。好了，到了这里最关键的地方就来了。我听过看过很多人讲佛陀的故事，绝大部分人讲到这里就直接结束了。可是最要害、最核心的东西，他们却没有再往下讲。他到底悟到了什么？他到底明白了什么？能成为宇宙一切问题的终极答案？他到底找到了什么方法，可以彻底止息痛苦，获得永恒？今天我就把这个最核心的秘密分享给你。佛陀证悟的核心道理可以精炼地归纳成4个字：缘起性空。另外还有6个字的真言：无主宰，非自然。咱们先来说说无主宰和非自然是什么意思。无主宰就是说，佛陀告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整个宇宙根本不存在一个主宰万物的神，没有什么上帝，没有什么阎王，没有什么大梵天王，一切外在的神明权威统统都不存在。我们人类也绝对不是由哪一位造物主凭空创造出来的。你平时跑到庙里去拜佛求菩萨，如果你的心态只是希望这些外在的力量能帮你消灾免难，那么可以说一点根本的作用都没有，他们都不能直接替你解脱。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跟平时接触到的佛教印象完全不一样？很多人以为佛教就是教导人去信神的，但真实的历史恰恰相反。在佛陀生活的那个年代，印度社会上其他所有的教派都在讲我们要信神，都在讲天地万物是由神主宰的，反而是佛陀第一个站起来，用无比响亮的声音反对主宰神的存在。那么新的问题马上就来了，假如说宇宙不存在一个主宰一切的神，那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这个活生生的人又是怎么出现的呢？于是佛陀紧接着给出了4个字的答案：缘起性空。我们先来解释什么是缘起。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人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他的父亲和母亲在各种因缘条件的撮合下走到了一起，两性的结合孕育了新的生命，然后才有了这个人。再举一个例子，一棵树是怎么来的？这棵树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有种子，有土壤，有水分，有阳光，有空气，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互相交织，共同作用，种种的因缘条件聚合到了一起，这棵树才得以生长出来。这就是缘起。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没有一个是例外，全都是因为各种因缘的聚合而升起的。同时人也会因为各种因缘条件的离散而走向衰老和死亡。那么死了之后，这个人就彻底归于虚无了吗？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身体死后埋进土里，慢慢化为泥土，泥土又能够滋养花草树木，组成我们身体的那些基本物质元素，其实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它们只是换了一种形态继续存在，永远在流动变化，这就是缘起。所有的事物都是因为因缘而出生，也必然因为因缘而坏灭，也没有一刻是停歇下来的，永远在迁流变化，所以叫缘起。那性空又是什么意思呢？性就是本质属性，比如一块木头，木头有木头的属性。虽然你现在看到的是一棵粗壮的大树，可是你往几百年前想一想，那时候它根本还没有长出来，连种子都不知道在哪里。你再往几百年后想一想，这棵树最终也会腐烂，也会消失。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树木的这种属性根本不可能永恒不变，它必然要经历生长、衰败、消亡的过程，永远都处在变化当中，这个就叫做性空。再比如我这个身体100年前有我这个身体存在吗？绝对的没有。100年后我这个身体还会存在吗？也基本不存在了。这个身体本身就是性空的，就像做梦一样，就像水中的泡泡一样，转瞬即逝。事实上，性空揭示了一个很残酷但也很真实的真相，我们没法真正主宰自己的生命，我们没法主宰自己身体的生老病死，所以我们始终活在一种身不由己的苦当中。那么最关键的问题就推到眼前了，我们就是想要追求永恒啊。
我们就是不想再受苦了。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们达到永恒，彻底把苦熄灭掉呢？佛陀微笑着说，真的有办法。佛陀说，有性空就有自信。自信这个词极其关键，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自信，它绝对不是你此刻这个会衰老会生病的肉体，它更像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又真实存在的觉知本体。这个本体它从来没有出生过，所以也永远不会死亡，它本来就清净无染，它没有任何痛苦，它恒常地处在安宁和自在当中，这个自信就是佛性。所以佛家才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是佛，你的心和佛的心和众生的心在本体上没有丝毫差别。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被自己的烦恼和无明给障蔽住了，就像一颗珍贵的夜明珠掉进了污泥里，光芒透不出来了，又像一面大圆镜子上面积满了厚厚的灰尘，照不出万物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见不到自己的本性。只要我们有朝一日能够断除掉无明，能够把心性上的尘垢一层一层的擦掉，彻底开发出本具的佛性，那你当下就是佛。这就是佛陀在那个星空下所悟到的全部真相。那么具体要怎么去断除无明证悟成佛呢？佛陀在接下来的49年里又宣讲了四圣谛，就是真理的意思。四圣谛就是佛陀告诉世人如何涅槃、如何修行的4条根本真理。但是佛法如同大海一样广阔无边，关于四圣谛的详细内容，今天这期因为篇幅的关系，咱们实在是没办法展开了。如果你想彻底搞明白佛陀到底留下了一套怎样具体怎样可操作的修行方法，那就一定要记得点个关注，订阅这个频道。在下一期的内容里面，咱们接着把四圣谛掰开揉碎了，给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感谢你的观看，咱们下期不见不散。